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选择完全由自己决定，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看几个场景。在男士小便池里刻意掷苍蝇，男士尿到小便池外的现象就能减少 80%。 这是为什么呢？想必各位男性应该很清楚。再比如，如果餐厅把健康食品摆在显眼位置，人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健康食品，而在香烟盒上印着肺癌患者的肺部特写，则可以有效降低吸烟率。这些场景其实都经过了精心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人们的选择，使之符合设计者预期的结果。在做选择时，我们非常容易被外界各种因素所影响，就像上述场景，既没有强迫你，也没有剥夺你的自由选择权，但却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你的决定。这就是行为经济学的力量。人天生就会有许多不理性的行为，这是人性的弱点。行为经济学正是结合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人类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简而言之，行为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洞察人性的弱点，并从中发现商业机会，赚取利润。仔细想想，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大品牌，无一不是在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力量，针对人性弱点来设计产品。结果也显而易见，一旦掌握了人性弱点，你就可以轻松发现商机，从中赚取巨额财富。这期视频将分享5个有趣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如何洞察和抓住人性弱点，又如何从这些弱点中发现赚钱的机会。第一个故事，75%瘦肉和25%肥肉。爱荷华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工作人员准备了2份牛肉饼样本，并安排2组学生分开观看和品尝。第一组学生看到的标签写着含有25%肥肉，第二组学生看到的则是含有75%瘦肉。需要说明的是，这2份牛肉饼样本其实是一样的，25%肥肉就等于75%瘦肉，只是标签的重点不同。工作人员当着学生的面将牛肉饼烤熟，让他们品尝，之后让2组学生分别对牛肉饼进行评价。结果出人意料，吃到标签写着含有25%肥肉的学生，对牛肉饼质量、肥瘦程度和肥腻程度的评价更低。这是因为75%瘦肉的标签可能会让学生联想到牛肉饼鲜嫩多汁、肉香浓郁的口感，脑海中浮现出夹着新鲜生菜叶和西红柿片的牛肉汉堡，汉堡旁边或许还有一碗沙拉。而25%肥肉的标签则更容易让学生注意到肥肉的这个词，产生与之相关的负面联想，比如油腻、酸臭味、高热量、正在烤箱里加热的软趴趴薯条，以及养殖场里圈养的牛。简而言之，2组学生会想到2种不同的牛肉饼，关注点也各不相同，而这取决于他们看到的是哪种标签。心理学家将人们想到某事物的容易程度称为可达性。可见，标签增强或减弱了牛肉饼相关概念的可达性，从而改变了学生的组合偏好。有时我们以为自己知道想要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常常要面对以往没有经历过的选择。这时我们就会试着回想过往相似的选择，据此形成对当前选项的感受。我把这些记忆及其所唤起的感受称为组合偏好。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你可能认为人们在面临选择时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要确定哪个选项是自己心之所向，便可做出选择。但实际上，真正困难的一步在于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为此，我们会回忆过往的经历，调动与当前决策相关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内容并不受我们控制，而是自动形成的反应。偏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大量相关记忆随意构建的。因此，可达性越强的记忆越容易被调动起来。所以，在消费场景中，通过刻意设计提高消费者调动记忆的可达性，可以助推消费行为的实现。第2个故事，杯子的故事。曾经有个著名的实验，安排一组参加实验的人，随机给其中一半人每人发一个杯子，并明确表示对人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之后问没有杯子的人愿意花多少钱买一个杯子，
再问有杯子的人愿意卖多少钱。理论上，两组人对杯子估价的平均数应该是相同的，但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有杯子的人对杯子的平均估价是没有杯子的人的2倍，拿到杯子的人平均估价是10美元，而没有杯子的人给出的平均估价是5美元。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这个概念是理查德·瑟勒在1980年首次提出的。禀赋效应指的是某件物品的拥有者对物品价值的评价会更高。瑟勒认为，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利害的权衡并不均衡，对于弊害的考虑要远远大于对于趋利的考虑。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你丢了100元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捡了100元钱给你带来的快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损失厌恶心理。因为人们在卖出常用的物品时，会激活大脑中与损失厌恶和痛苦有关的区域，卖出常用的东西常常被视为一种损失，人们感觉到的损失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等值的获益带来的愉悦。这种心理用来解释股票市场的投资心理尤为贴切。股票的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于股票的态度取决于他是否购买了这只股票。一旦购买了这只股票，他们就非常喜欢选择性地寻找这只股票上涨的理由，而忽略这只股票下跌的理由。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即便股票已经上涨到高位，他们不愿意卖出，而股票下跌了，更不舍得割肉止损。再来看看另一个禀赋效应对个人经济决策影响的案例。假设你得到了2个工作机会，其他条件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工作 A 每个月的薪水多1000元，但是休假时间少2天。工作 B 正好相反，每个月薪水少1000元，但是休假多2天。如果你先得到工作 A 的录用通知，并且已经准备接受这个工作，这时候工作 B 再打电话来，想让你改变决策就会比较困难了。因为对你来说，工作 A 的1000元额外薪水已经是你拥有的东西，你对它的效用评价会有额外加成。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先接受工作 B， 那么面对工作 A 的通知也会拒绝。这种决策不符合理性经纪人的逻辑，但体现了禀赋效应。它启发我们在面对一些需要影响别人决策的场合时，先下手为强，使自己的交易条件给别人带来心理预期，有时会带来巨大的优势。第3个故事，超市购物的秘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走进超市时，你本来只想买几件必需品，但走着走着，购物车不知不觉就被填满了。回到家后，你甚至想不起来很多商品是为什么被放进购物车的。其实，每一个超市通道两侧的货架布局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购物决策。超市的货架是人们做出购买决定的重要环境。如果制造商想要让自己的产品被摆放在货架的特定位置，就需要向超市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被称为通道费。举个例子，像雀巢这样的大型食品制造商可能要向沃尔玛这样的连锁超市支付高额的通道费，才能在超市里特定高度和特定位置的货架上摆放一定数量的自家产品。即使没有直接收取通道费，许多超市也会在与制造商协商产品采购价格时，将这一费用计入考量。虽然我们有时会提前列好购物清单，计划好要买哪些商品，但在我们事先没有明确目标时，恰好与视线平行的货架上摆放的那些商品，确实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选择。被摆放在与消费者视线高度一致的货架上，且摆放数量多的商品，更有可能成为消费者优先考虑购买的对象。这是因为消费者的组合偏好极易受到影响，并且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选购商品的消费者，往往会直接顺手选择这些商品放入购物车。我们可能会认为，在超市购物时，消费者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货架布局的影响有限。但事实并非如此。产品包装的设计、商品在货架上的摆放数量，以及是否被摆放在显眼的端架上，都会不自觉地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左右购物决策。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超市货架空间的分配往往是以最大程度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让消费者第一时间看到特定商品为目标的。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在超市购物场景中的典型应用。
事实上，超市里还隐藏着更多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陷阱，比如，超市往往会把必需品如牛奶、鸡蛋等放在距离入口最远的货架上，以确保顾客去取这些商品时会经过各种五花八门的商品区，增加顺手加购的机会。而那些冲动消费品如糖果、口香糖等，则会被摆放在收银台附近，趁人们排队等候付款时再下一城。此外，商品的包装色彩、音乐氛围、促销标语，甚至是促销小姐的着装打扮，无一不在暗示、诱导着顾客的潜意识，让人们在毫无防备时就心甘情愿地中计。这些看似普通的细节，实则都凝结着商家与行为经济学家合谋的心血。再举一个例子，你是否留意过超市里偶尔会出现的限时秒杀或限量抢购活动？这类活动设置的限时、限量条件，就是在利用人们的错失厌恶心理。当我们意识到机会稀缺、得而复失时，就会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换言之，稀缺性激发了我们的购买欲，让我们在潜意识里害怕买不到。这与我们在讨论选择悖论时提到的心理如出一辙。可见，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我们自以为是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处处受到了违反常规的行为机制的影响。这也提醒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时刻保持理智和清醒，明白自己真正的需求，避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过度消费绑架。而作为商家，学会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洞见来优化购物体验，既能提升销量，又能让顾客有更好的购物感受，可谓一举两得。总之，超市购物看似寻常，背后却有着深奥的行为经济学原理。透过表象洞悉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成为更加理性、自我掌控的消费者。无论是商家的精心设计，还是自身的消费心理，认清其中的关窍，才能在纷繁的商品世界里做出真正明智而有益的选择。第4个故事：哥本哈根机场入境通道。如果你曾到过哥本哈根机场，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类似的路线选择问题。从行李提取处拿到行李后，如果有需要支付关税的物品，你可以靠左走，经过海关申报柜台后从出口离开；而如果没有需要支付关税的物品，你就可以靠右走，直接从出口离开。近 90% 的旅客会选择从右边的那扇门走出去，因为他们没有需要申报关税的物品，想要避开左边的海关柜台，这就导致右边排起了长队，耽误了所有人的时间。其实，左边的那扇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选择了靠右走的人很少会再走到左边去，他们往往只会排在右边那扇门前的队伍里，沮丧地等待。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考虑不同的合理路径呢？一家专注于行为科学研究的咨询公司给出了解决方案。他们使用了暗绿色的通道标线，还增加了标识，告知旅客两边皆可通行。结果，走左边那扇门离开的旅客增加了 54%。而当他们把通道标线和标识的颜色换成更明亮的荧光绿后，走左边那扇门离开的旅客比改造前增加了 128%。改造后，明亮的荧光绿标线让人们意识到，还有一条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合理路径可以选择。合理路径一词来源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决策。想象一下，我们是正在公园里聊天的朋友，聊着聊着，我们决定到公园外面去买冰淇淋。我们有很多条路线可以选择，可以先走到街上，再走一段长路过去，也可以从旋转木马区附近的小径进，甚至还可以为了走捷径而直接穿过旋转木马区。但是，如果公园里有一条漂亮的小路，我们很有可能会沿着它走过去，即使翻越路边的小篱笆能缩短路程，我们也不会那么做。这些都是我们在一瞬间就能做出的决定。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并不会想太多，但这些决定影响了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线。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小路，我们可能很难说出缘由。合理路径决定选择者将关注哪些信息，忽略哪些信息。信息的呈现方式会影响选择者对合理路径的选择。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设计元素会对行走路线及合理路径的选择产生影响。合理路径的选择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一旦被选定，它就不会被重新审视，
除非意外遭遇重大困难。一旦被选定，合理路径往往就不会被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非常复杂，超市的货架上摆放着上百种产品，交友网站上有几千个人符合我们的筛选条件，大学里有数百甚至上千门课程可供我们选择。面对这些复杂决策，我们更加需要确定该关注哪些信息，以及该如何简化决策。而这些决定对我们最终的选择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让某一合理路径看起来更易遵循的方法有很多，这里要借用一个心理学术语——流畅性。流畅性指的是我们对采用某一合理路径的难度的初始感受与主观认知，它与我们对语言流利度的体验类似。比如，一本书使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字体，甚至不同的语言混合，就会影响你的阅读流畅性。主观是流畅性的关键词。人们不会拿着秒表去计算执行某条合理路径需要多长时间，而是会依靠主观感受去判断这条合理路径的执行难度。在商业场景中，通过略微降低消费者获取特定信息的难度，就能引导他们选择我们想让他们选择的合理路径。第5个故事：如何选择冰淇淋。假设你走进一家网红手工冰淇淋店，映入眼帘的是一面贴满了各种口味冰淇淋介绍的墙。仔细一看，菜单上列出了12种不同口味的手工冰淇淋，每一种都配有详尽的介绍，描述了冰淇淋的原料、口感和特色，读起来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美食文章。排在菜单最顶端的是草莓冰淇淋，介绍中提到这款冰淇淋选用了当季最新鲜、最上等的草莓，制作过程中还精心搭配了多种天然配料，口感清新宜人。紧随其后的是巧克力慕斯冰淇淋，介绍强调这款冰淇淋汇集了顶级巧克力的浓郁醇厚和高品质利口酒的微醺浪漫，口感丝滑绵密。排在第3位的则是经典的香草冰淇淋。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组合偏好效应，就不难预见，不同的排列顺序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选择结果。当你看到排在首位的草莓冰淇淋时，脑海中很可能立刻浮现出这款冰淇淋的诱人口感，仿佛已经尝到了那份酸甜清爽，口水都要不自觉地分泌出来了。相比之下，当你的目光移向排在第2位的巧克力慕斯冰淇淋时，即便有再详尽的描述，也很难再勾起你太多的味觉想象了。但如果巧克力慕斯冰淇淋排在了第1位呢？你很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去想象巧克力的醇厚甜蜜与利口酒的微醺在舌尖交织出的奇妙风味，进而影响你的选择。事实上，人们在做选择时，往往不会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最佳方案。相反，我们更倾向于采用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比如从列表的第1项开始看，在看到最后一项之前就草草做出决定。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首因效应，即呈现顺序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和最终的选择倾向。当我们在评估其他选项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们与首选项进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思维常常会产生一种偏误，那就是过度关注首选项的优点，而忽视其他选项的相关信息。换句话说，在选择冰淇淋时，我们对不同口味的偏好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菜单上的排列顺序。当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排在第1位的选项都能占尽先机。回顾前面提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排在首位的选项之所以最有优势，往往有2个共同点：第一，选项所在的列表主要由文字构成；第二，选择者可以自主决定关注列表的哪个部分。事实上，除了排序效应之外，还有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比如，一些冰淇淋店会在门口放置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模型，看上去比店里售卖的冰淇淋大了好几倍。这种做法看似无厘头，实则是利用了心理学上的锚定效应。当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冰淇淋模型时，潜意识里会将它当作判断冰淇淋量的参照标准。等真正购买时，手中的冰淇淋虽然比模型小了很多，但相比之下还是会给人一种很大份的错觉，从而提高购买欲望。再比如，一些冰淇淋店会在菜单上有意安排一些定价极高的陷阱选项，
比如用金箔包裹的冰淇淋，或者加入了罕见食材的限量款冰淇淋。这些选项的存在并非为了销量，而是为了诱导顾客选择次高档的普通款冰淇淋。心理学研究表明，当面对一个包含高、中、低3个档次选项的菜单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居中的选项。商家利用这一心理定势，通过设置一个超高价选项来拉高整体定价区间，诱导消费者选择利润更高的次高档商品。以上几个案例和应用展示了行为经济学如何洞察人性，预测和引导消费行为。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不再将人视为理性经纪人，而是更加关注人的有限理性、偏好和决策过程中常见的认知偏差。了解这些深层次的心理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加理智、明智的消费者，也为商家和企业优化产品、服务和营销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核心不是操纵，而是创造价值。对商家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是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为顾客提供更好的选择体验和更多的实际价值，达到客户和企业的双赢。而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了解行为经济学，学会辨识各种看似不经意的设计，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决策的自主，成为更加理性和自我掌控的现代消费者。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